大家好，欢迎来到时事聚焦，我是美玲。今天的主题呢，绝对不容错过。中南亚10国对中共说不，越南直接对着干，报习近平密谋发动战争或重演珍珠港的事件，偷袭台湾。近期局势呢越发紧张。根据路透社13号独家的报道表示，中共已经下令全体的官员进入战时状态。那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可不是演习，是实打实的备战部署。官员不得休假，手机24小时开机待命，同时开展所谓的魅力外交，试图拉拢其他国家联合抗美。而白宫呢，也做出了强烈的反应。由于中共采取报复的行动，美国对中国进口产品的关税从145%直接暴涨至245%，经贸战火延烧。日前呢，时事评论家陈破空分析认为，习近平很可能正在秘密发动战争。首先就是中共在全球大肆扩充军备战，用“一带一路”的幌子，在非洲的吉布地、东南亚柬埔寨，还有南太平洋的万纳杜布设了大量的军事基地，尤其是万纳杜的港口被中共改建到可以停泊军舰的等级。战舰呢，如055D、052D频频现身当地的海域，这不是经贸，而是赤裸裸的军事渗透。甚至中共在秘鲁修建的前大港，表面是贸易码头，实际上随时可以转换成军港，直接在美国的后院开火。这种战略的布局称得上是现代版的珍珠港预演，而且还不只是外部的扩张，内部也在密集动员。中共现在搞全民皆兵，从大学生到农民工，全面强制的征兵，退伍军人也被秘密召集，完全是战前总动员的状态。大家以为只有兵力动员吗？不，中共最近更是通过一项由国务院与中央军委联合发布的药品管理办法，由习近平与李强首次以双手掌名义签署。内容呢，本应该属于卫健部门，却直接变成了军事的管控等级。药品全数优先军队使用，民间不得自由流通，这就明摆着是为了战争储药。这种种迹象都表明，中共表面说是为了灾情疫情，实则是为了作战。这代表一件事，那就是中共不但在排兵布阵，甚至还可能是在准备一场真正的地区甚至是世界的战争。美国1945杂志与印太司令帕帕洛将军也警告，中共当前的举动清楚地表明，他在为一场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在做全面的准备。从区域封锁到可能的闪电战、全面战，其中每一步动作都在逼近临战状态。另外呢，中共最近还有一个大的动作，那就是前不久他的舰队到了澳大利亚和纽西兰的近海，在那里呢，直接无预警地展开军演。纽西兰、澳大利亚的空中巡航机发现了中共的动静，才知道中共已经在他家门口展开军演了。这可是非常严重的挑衅。澳大利亚于是向中共发出了严重的交涉。其实呢，中共是在继澳大利亚门口军演发出一个信号，表示中共有能力延伸到太平洋、印度洋广阔的地区，它完全可以称霸这个地区，甚至不惜跟美国直接对垒，或者是美国的盟国直接对垒。他这样做呢，并不是要逼到澳大利亚或纽西兰选边站，站在中共这一边，没有任何国家会站在他这一边。但是呢，他这个动作显示他跟美国好像是不相上下，可以跟美国决一雌雄。所以呢，这几个方面的资讯加在一起的感觉就是，中共似乎在进行某种战争的布局，而在中共的国内，他其实也在搞动作。这些年他们在大量的征兵，甚至让应届的毕业大学生找不到工作的都一律去入伍，这可是一个战争的信号。陈破空认为，中共这些失去理智的领导人，或者是权力往内走下坡路、权力无救的情况之下，有可能铤而走险。所以最近他说，国内紧张，国际上也紧张。这次习近平在东南亚访问，包括越南、柬埔寨、马来西亚等等，有报道说他是声嘶力竭的徒劳的呼吁，要求这些国家团结起来，共同对付美国。把美国这个对等关税说成是单边的霸凌行为。但是在越南首战就吃了闭门羹，
所以中共呢还有一个意图，那就是在中美发生冲突之后，他希望这些国家能够选边站。其实这些国家都表态不会选边站，如果真选边站的话，他们就是选美国，毫无疑问的。中共发布了很多的声明，好像跟越南的关系是如何的紧密，何等的团结，又是如何的对外怎么样。结果越南方面4点声明显示，在任何方向，不管是经济还是贸易还是战争还是世界地缘政治，都不会跟中共站在一起。越南方面发布的4条声明是，第一条就是双方保持战略沟通，第二条就是双方保持各领域的合作，第3条是双方保持人文交流。前面3条都很空，但第4条却是很实在。越南说，本着坦诚、真诚、务实的态度，要换位思考，去解决双边在海上的争端。说不要因为海上主权的争端影响2国2党健康关系的发展。那么也就是说，暗示了中越之间存在着重大的问题，那就是南海的主权之争。就在前不久，双方又在南海冲撞了一回，中共的船近距离靠近了越南，越南认为其侵入了越南的经济专属区。双方在海上又是一场争斗，现在双方高层虽然在互动，但海上仍然是非常的紧张。所以呢，越南讲到了这4点，就把第4点当成了重点。这说明中共跟越南不仅过去打过一仗，现在呢仍然是宿敌。另外，习近平这次到越南、柬埔寨、东南亚等国去活动，主要的目的呢，就是想要利用东南亚搞转口贸易，然后进攻美国。这是他很早就布局和宣传的。而美国这边呢，也早已经有了应对，不仅给中国加税，而且给越南、辽国、柬埔寨都加税。其中呢，辽国和柬埔寨根本就没有工业的基础，居然都加到了48%，就是针对中共想要通过转口贸易向美国出口商品。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越南的表态非常的重要。这次不仅是越南，整个东盟国家都表态了。东盟10国达成了共识，不报复美国，不进行关税报复，要跟美国谈判协商。然后很多国家提出了对美国商品零关税。而越南方面不仅对美国表示零关税要谈判，而且马上做出实际行动，要购买美国的大宗商品，其中就购买了250架波音飞机。这可以说直接打脸中共，因为中共官方曾经宣布说，下令禁止购买美国的波音飞机。这就像习近平的亲信夏宝龙在香港破口大骂一样，他说让美国在5000年中国文明前发抖吧。对此，陈破空指出，5000年文明跟你中共有什么关系？你是新来的马列邪教，精神上的假洋鬼子，洋奴哲学，你有什么资格谈什么5000年的中华文明呢？其实，自从共产党统治中国以来，中华文明被破坏的几乎已经荡然无存。历史上没有哪个朝代破坏文物古迹，而共产党却把90%以上的中国文物古迹全都给砸毁了。文革中把97%的西藏的寺庙文物古迹都砸毁了。这样的一个政权还要妄称什么5000年中华文明，根本就是中华文明的死敌。任何一个国家，就算不要说是台湾、香港周边那些华人的社会，海外的华人社会，都绝对不会破坏中国的文物古迹，就连外国也不会破坏。美国和其他国家如果有中国的文物古迹，都会善加保存，妥善保存。只有中共这一家在破坏中国的文明和文物。结果呢，夏宝龙现在居然还跳出来说这话，好像他代表了5000年的中国文明了，显然是失去理智的话。所以习近平对东南亚的吹风也是失去理智，是严重的认知障碍。他想达到的几个目的都不可能，政治上跟他团结不可能，军事上跟他合作不可能，地缘政治站在一起更不可能，最后连经济贸易都不可能。所以习近平这一趟东南亚之行可以说是注定是失败的，可以说是一个烂尾之行。东南亚10国已经做出了决定，尤其是越南直接打脸中共，不仅直接向美国购买250架波音飞机，还要购买更多的美国商品，总价值可以达到900亿美元。越南的姿态已经摆明了，习近平你要来，那我就以礼相待，我接待你，但是你要说什么我们根本就不听，你要做什么你做你的，我做我的，对不起。
如果你中国要跟美国这样去干，越南表面上忠诚，但事实上会站在美国的这一边。因为美国如果击败中共的话，对越南有好处，那就是南海的主权之争将会回归到1982年的国际海洋法公约。越南把南海叫做东海，菲律宾把南海叫做西菲律宾海。如果战争一起，我们可想而知，中共是四面楚歌，四面为敌，就连柬埔寨、老挝都帮不了中共的忙，也不敢帮中共的忙。尽管在柬埔寨有一个中共的军事基地，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陈伯公认为，如果中共发起战争的话，那就可以说是自取灭亡，自绝于世界。好的，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点赞、订阅、留言，告诉我们你的看法。我是美玲，我们下期再见。